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感谢我们的新会员 Sally 的支持。最近几天关于与强制缴纳社保的这个新政很多人做了很多的解读，但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从根子上讲清楚了为什么要实施这个政策那清华大学杨燕绥教授就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透彻。一会儿我会放一下杨教授的说法。首先建议大家不要去骂这个专家，人家只是专家，他说了实话。如果说实话就要被骂，那以后专家就不说实话了，就糊弄大家就更没意思了。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这个视频。什么叫视同缴费？因为他们都是建国创业功臣一代人啊，对，所以他们做出的贡献必须要被承认。被承认呢，我们不可能让他们去补交这几十年的费用，所以就视同缴费。就是已经退休的老职工，你不是都有工龄吗？视同你交过费了。好那还有这个中人，就是我有10年、20年、30年的工龄，这工龄也视同你缴费。但是他必须得有一块钱在那块了，是吧？你视同缴费了，就是这些人真退休的话，他得拿钱对，所以这视同缴费呢，有些国家它在计划外去解决了，建立一个什么认可券儿，然后建立一个专门的基金，然后逐渐到时候你退休了一点点返还。当时发现我们没有这系统，我们建不了。所以这样我们就只能在计划内来解决，因此我们就把费率定得非常高，就是想通过这高费率呢，解决这样一个视同缴费造成的制度的空账。这个空账就由现在参加养老保险的一代人呢，通过比较高的这个缴费，除了现在陆续有退休的人，把以前的工龄和以前已经退休的人账都背下来。所以这样我们就搞了一个比较高的费率，就想解决这样一个空账。全世界的养老金专家，他们说你们这个高费率来还这个空账，将来到你们中度人口老龄化时候，会有一个赡养负担这个会出现一个缺口，所以你这个空账和未来那个缺口，在20年内必须解决。所以当时专家们一看中国的问题，最忧虑的是这个问题。我们当时也非常清楚的有人口测算养老金测算，也觉得这个之前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我就压力很大，所以这20年我一直是讲问题的人。您谈到2035年，有可能这个就结余都没了，那到底怎么办呢？到那个时候退休的人到底他们怎么办呢？所以人社部能把这个数据公布出来，基本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要讨论的是问题出在哪里，那我们就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当时为了解决这个空账我们费率定得太高当然对于国企来讲，都是国企当年建的，所以国企要还。我觉得无论怎么讲，当前的国企老板们要降点薪职工降点薪把老人这个账还了，那这个是要做的。当年这个制度它还是有点国企特征的。配套措施嘛，它有一点国企的刚性，所以呢，我们今天可能面临第一个问题，我们95%的覆盖率能不能维持？那其实国企没问题，机关事业单位都没问题，我们可能就是这个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型民营企业，还有灵活就业人员、家庭就业这些人，他们能不能参保？夯实这个95%其实很重要的。那就是说，你说国企还是维持着，其实也都挺高的了20%，现在16%。然后降到16%也还是挺高的，国企就这样了，因为他要还自己的账。我觉得现在可能第一个问题就要给民企降费率，尤其是中小企业降费率。我说的是企业无论国企职工还是民企职工还是个体户，咱们这个8%都一样，这个不变。给民企的这个企业降，这样呢减轻他们的这个负担，营商环境这样呢也就这样能鼓励他们参保不断保那我们更大多数的现在新增就业大量是民企和这个灵活就业人员所以你这块不管不行，你还那么高费率，他不参加，那个缺口不是来得更快吗？因为将来民企是大多数那你不是等不到3-5年了，你都不交钱的话。我给大家再详细解读一下杨教授的这几个说法。首先关于这个社保的亏空，从杨教授的说法里面，你看它主要是起源于早期的一批人，他们就是没有缴纳过相关的费用于是就形成了目前社保的一个亏空的一个来源的一个部分。那专家呢说他们是建国创业功臣的一代人，
贡献必须被承认，不可能让他们补交过去几十年的费用啊。虽然他们没有交过社保，但是要视同缴纳。他们以前没有缴纳过，但是现在呢却要领钱。于是啊，这就是一部分社保的亏空来源之一啊。再补充一些背景啊。就是第一，这个社保实行的是现收现付制度，就是说有一个资金的大盘子，同时期的年轻人呢把钱交进去啊，同时期的老年人就把钱给取走了。不是说这个同时期的年轻人把钱交进去以后，这笔钱放在那儿不动，然后一直等到年轻人老了30年40年之后，然后自己再取出来，不是这个概念哈。也就是现收加现付。所以如果有一部分人没有往里面交过钱，但是却从里面取钱的话，这就会形成事实上的一个亏空来源。如果这个亏空太大，无法弥补了，最后就会导致资金链的断裂。那最后呢，就只能调整政策了，也就是要么推迟领取时间，或者减少领取的数额。第二呢，就是早些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嘛，政企不分，就说只要脱离了农民身份，变成了城镇户口，那就是属于吃皇粮的。哪怕进入的是企业，因为当时这个政企不分嘛，实际上这个企业的人也是吃皇粮，体制内就会给你解决各种的生老病死各种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啊，企事业单位也不需要单独缴纳社保。换句话说，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啊，那会儿就没有当下的这个社保体系，生老病死各种问题几乎都是由体制内单位来进行解决，不存在当下意义的社保体系啊。即便你想交也没法交，没有地方去交。当下意义的这个社保体系呢，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逐步这个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从建国初期到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间大概有那么40年的时间，政府系统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这个养老，以前呢是2套系统，后来呢就逐步改成了1套系统，也就是并轨制。这并轨制也是最近10几20年才开始搞的。那以前这2套系统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一套是面向企业职工的这个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另一套呢是面向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公务员及事业编的这个养老制度那这2套制度在缴费方面、待遇水平和保障模式上有明显的差异。企业职工需要本人和用人单位共同来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之后按照缴费的年限和缴费金额领取这个养老金，待遇和个人的缴费记录来挂钩。机关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和事业编的人员过去不需要个人缴费，那养老金就由财政直接负担了。退休之后领取的这个待遇通常呢还高于这个企业职工，而且和在职的工资挂钩会比较紧密对，所以考公乐这么多年一直都还挺火的，尤其最近几年经济不好嘛，大环境不好，就越来越多人更想去考公了。稳定，对，就是图一个编制，而且哪怕有的单位它是属于公务员系统，它有的岗位是有编制的，有的岗位是没有编制的，就在同一个单位里，这有编制的这福利待遇就比没编制的要好很多，差太多了。对，那这种差异就导致了这社会上普遍认为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保障水平明显优于企业职工嘛，形成了所谓的双轨制。从2015年开始中国就推行养老制度的并轨改革，核心就是将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纳入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这个体系，要求他们也和企业的职工一样，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由个人缴费和单位缴费来组成。同时还建立了职业年金制度来作为补充目前呢，这个并轨制可以说已经全面实施了。这样做的目的也是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养老待遇差距，提高制度的公平性，同时增强养老保险基金的可持续性。结合杨艳绥教授的解读就是以前主要是体制内的人他们没有往当下的这个社保系统中就交过这个社保，但是他们现在退休了就在领钱。你看最近的一些报道嘛，有时候他们还涨钱他们没有往里交过钱，但退休后又从里领钱甚至有些年份又涨钱，是目前这个社保系统的亏空的重要来源之一对，而且现在网络上不是还有调侃吗？说在中国大陆现在幸福指数最高的一群人，就是已经退休的这些大爷大妈，然后每个月呢领着稳定的，甚至还上涨的这个退休工资，然后就可以到处去旅游，各种夕阳团的老年游也非常的火热，然后没事呢还出去地铁上跟那些年轻人抢座位什么的。对，你要往好了看吧，就是他们也能刺激一下消费那解决这些亏空的做法国外呢有些专家是通过计划外去解决的，也就是说不把这部分人放到新建立的社保系统里，而是放在系统之外，比如建立这个认可券或者建立一个专门的基金，然后等这帮人退休之后，通过认可券或者系统外的基金一点点给他们返还或者发放退休金，来解决他们这个退休待遇的问题。但中国当时没有这个计划外的系统，就建不了。
这个杨教授也说了嘛，于是就统一放在了计划内来解决，也就是放到了新建立的这个社保系统之内来解决。但是由于这部分人你看没交过钱又领钱嘛，就会造成亏空。这就意味着在现收现付的这个制度下，就需要在同时期交的人呢就要多交一些了，把这部分人的空账给背下来。于是这个社保费率你看就定的比较高，就是这么个原因哈。那杨教授就说对于这个做法，其他国家的养老专家就提醒过中国的专家说你这个通过高费率来背空账的做法，等将来到了中度人口老龄化阶段，那会形成赡养负担就会出现一个缺口那这个问题必须在20年内进行解决呀。那中国国内专家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挺清楚的哈，因为这一直以来就会有人口的测算养老金的测算但我估计也没有估计到现在这个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如此之巨大的巨幅下降他们肯定没有测算到预见到这种情况。那人口什么时候出现老龄化养老金现存多少，未来有多少，需要被领走的有多少，我相信这些测算它是有，但是为什么你看最近他就出台了9月1号必须强制性的全员来进行缴纳这个社保呢？我估计就是结合最近几年的这个生育率巨额下降，他们可能测算到了未来可能10-20年之后，就发现这个劳动力人口可能比以前预期的要大幅减少，所以要赶紧启动了，就是要把这个缴费率要提高上来。那有网友就说可能按照目前的测算，到2035年社保中的累计结余可能就没了。当然这个测算准不准确那可能是只有非常了解这个数据的专家才能说得清楚了哈。那目前只是网友的自己的一个推测那换句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到2035年，这个目前的这个社保资金大盘子就有可能出现资金链的断裂，或者叫现金流的这个枯竭。也就是说，这套现收现付的社保制度可能要玩不下去了。那该怎么办呢？核心呢就是维持高缴费率呗。那有网友说可能至少需要维持95%以上的高缴费率。如果很多民企或者个人你看不缴费的话，资金链就可能很快就要断裂了哈。那为了解决这个缴费率问题呢，主要是分2种情况。那第一呢，杨教授就说了嘛，对于国企还有这个机关事业单位来说，该怎么交就怎么交应该是保持这个高费率，因为这是国企当年欠的嘛，他们现在需要还的账。因为以前那些老人都是体制内的人员，国企就是体制内的单位，这些账需要国企去还杨教授还认为国企老板们是不是考虑降点薪国企职工们降点薪，把老人们这些账给还了。第二就是对于民企杨教授我觉得说的也很实在，要给他们降费率尤其是中小企业和个体户还有灵活的就业人员。他说的这个降费率不是只降员工那部分的费率，员工的这部分仍旧是8%而是主要要降这个企业部分的这个费率，因为给他们的费率如果定太高的话，由于现在这个新增的这个就业基本又都来自于民企，他们要是不参保断保，甚至关门倒闭维持不下去，那么资金缺口会来得更快可能就等不到2035年社保资金就断裂了。对，而且这些中小企业如果扛不住大量的倒闭的话，那你说这失业潮不是越来越猛吗？那社会上那种大量的人就会流入社会然后像现在那些什么送餐的外卖员都已经饱和了，都不再需要那么多外卖员或者说开滴滴打车，那你说让这些人怎么办呢？对，有些行业可能就会越来越卷，也就是说这个不降费率的话，就感觉有点竭泽而渔的意思。那企业如果真的是成批倒闭，那不仅会造成更多的失业人口，而且这个费用根本就不会收上来因为企业都没了，你收上来的钱反而更少了。藏富于民才能长治久安，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哈。所以这段视频主要就是这些内容。我觉得这个专家讲的就非常实在，虽然听起来好像不好听，有点难受但就是实话实说，要鼓励这种实话实说。社保体系涉及的这个群体面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各个家庭。如果社保资金出问题，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层面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影响的深远和重大，那都是不可预测的呀。对，而且我听下来，因为你看现在的社保政策嘛，它是现收现付，而且还有这么多老人历史上就没往里面交过，现在退休了往里拿钱，往外拿钱，那不怪乎年轻人根本就不愿意交社保且不说这么多人没往里放钱，就算大家现在都往里放钱，但是因为是现在放进去的钱，现在的老人就拿出来享受，那你说现在年轻人他怎么能不担心呢？就像你刚才说，都有网友推算出来，到2035年，可能也就是10年后，这个资金就已经断裂了，就已经没有钱了，社保这个库里面，或者说你看
且不说资金是不是断裂，但我们肉眼可见的，我们知道的真实数据就是人口出生率这几年都是断崖式下降嘛。那所有的人也都知道啊，年轻人也都知道。那你说我现在往里放钱，然后给现在的老人养老，那等我们年轻人自己老了的时候，新生儿又越来越少了，那个时候新生儿他们长大了成为年轻人，能收上多少钱呢？那我们养老的时候怎么办呀？所以怪不得现在年轻人，包括中年人都不愿意交社保。就很多年轻人担心嘛，在他们还能工作的时候交了很多钱，但最后他们领钱的时候，依靠的是他们年老的时候的这批年轻人的缴费，然后尤其是在出生率不断下降的当下，那个时候什么状况那都不好说了。所以现在社保这个缺口问题啊，真是要重点考虑中小微企业能否承受得住啊。这位专家已经把这个来龙去脉、影响因素和未来走势都阐述得很清楚了。我个人就比较赞同这位专家的意见，要提高费率的话，应该考虑国企这样的拥有垄断型的资源的企业，同时应该降低民企，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费率，因为这些企业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啊，他们可是要保住这些企业的生存能力，才能保住这些就业啊。同时，我觉得啊，就是要进一步释放流动性，增发货币呗。让增发的这些货币来一部分的抹平这个缺口，当然它会造成通货膨胀，货币会贬值，甚至会引发汇率的波动。但是呢，如果循序渐进控制得当，就能够把通胀控制在一个温和通胀的水平的话，走出通缩的这个陷阱，激活经济，那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也未可知啊。当然这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很困难，但只要继续重复之前的成功经验，也就是说搞好和国际大买家的关系，继续搞好改革开放，尤其是提升民营企业的活力，以中国经济强大的基本盘和供应链的能力，还是有一定机会的哈。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